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 Miko， 今天来教大家知有智系列米拉羊绒套装裙子的编织方法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织社进入查看。这款套装的裙子分为裙叉、裙身和松紧带。先采用上下针交替起针的方法起针，来回往返编织裙叉部分，然后圈织裙身，从下往上绕圈编织，最后安装松紧带。裙子有多个尺码，教程以大码为例进行演示和讲解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由于每个人手松紧不同，编织织片的大小也不同，正式编织之前可以织一个密度织片，测量一下手松紧度。密度织片的编织方法有单独的视频讲解，测量完后根据视频说明调整后再编织。为了方便观看，这里我用一根棉线，并且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颜色以及针的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来看一下图解，一个格子代表一针，也就是一个线圈。起针的方法和针数标注在图解下方。这里为了更直观地展现出裙子的版型，行数的正面和反面都标注在裙叉的左右。裙叉是往返编织，正面图解从右往左看，行数标注在裙叉左侧。第一行从右往左，一直织到这里。继续编织，从右往左，织到裙叉右处。第一行结束。第二行是反面图解，从左往右看，行数标注在裙叉右侧。从左往右织到这里，继续从左往右织到裙叉左侧。第二行结束。用到的针法较多，图纸上都有标注，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由于图解表示的是织片正面的情况，反面需要编织图纸中相反的针法。先来学习上下针交替起针的方法，请看演示。首先取出对应线材，将线打一个活结。没有特殊情况时，开始预留10厘米左右，方便后面藏线头。左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一针。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另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另一头，将线在右手的小拇指上绕一圈，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，这根线放在食指与中指之间。这个就是编织的基本姿势。如果是上下针交替起针，第一针起好后，这里有2种情况，一种是第一针算作上针，另一种是第一针算作下针。这2种根据具体情况而定。我们通常情况是将第一针算作上针，第二针起下针，将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左针的线圈，右手食指带线，绕线，将线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不然后面不好挑针。第二针下针就起好了，可以看到线在下方。接着
织上针的起针，将右针放到线的下方，从下往上穿过这2个线圈之间。注意，这里是线圈之间的位置，不要穿过线圈。然后绕线，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这是第3针，这一针作为上针，可以看到线在上方。继续织下针的起针，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这是第4针，再织一针上针的起针，右针放到线的下方，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这是第5针，继续交替起下针和上针，线在上方就起下针。线在下方就起上针。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另一种情况，将第1针算作下针，第2针就起上针。然后交替起下针和上针即可。这个就是上下针交替起针的方法。接着织第1行，这一行在织片正面，图纸从右往左观看，第1行都是一横的符号，表示全部织上针。可以看到下方是横杠形状的纹理，第1行就织好了。继续织第2行，这一行在织片反面，图纸从左往右看，边织图解相反的针法，将织片翻面，右手挂好线，前2针是下针符号，织相反的针法，也就是织上针。
第3针是挂针的符号，把右棒针上的线从右往左绕一圈，一针挂针就织完了。接下来是一个左上2针并1针，实际织上针的左上2针并1针，将右棒针从下往上穿入2个线圈，绕线将线挑出，同时放开左棒针上的线圈，上针的左上2针并1针就完成了。我再演示一遍，织1针挂针，接着织1针上针的左上2针并1针，后面就一直重复这2针。第2行就织好了，接下来织第3行，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全都是上针。织完第3行后，翻转织片，就可以看到第2行编织的镂空花样效果了。后面按照图解继续往下，将第5行织完。正面织和图解对应的针法，反面织和图解相反的针法即可。继续织第6行，这一行需要编织花样和平针。先织4针上针，4针上针织完后，把线绕到棒针下方，织2针下针，将这6针看作一组花样。我再演示一组花样，把线绕到棒针上方，织4针上针，后面织2针下针，把线绕到棒针下方。注意上针换下针时需要把线放下来。往下大家参考图纸编织对应数量的花样和大平针区域，这里平针区域都是织上针。
第6行就完成了。剩余行往后都是按照这个规律不加不减来回往返编织。反面的时候，平针区域织上针，花样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；正面的时候，平针区域织下针，花样直接对照图纸编织。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数行数的方法。这样一个辫子表示一行，最下方这个辫子是起针形成的，从上方这个辫子开始往上数，1、2、3、4、5，再加上棒针上的线圈也算一行，这里也就是织了6行。到这里，裙叉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变成圈织裙身，裙身分为1区、2区和3区。1区对照图解减针后不加不减织完相应圈数，然后进入2区，按照图解进行多行减针。用到了这几个新针法：下针的右上2针并1针，下针的左上2针并1针，上针的左上2针并1针。减针完毕后，来到3区，继续对照图解不加不减编织至结束，最后预留1米线头剪断，用来后面缝合松紧带。带大家先来学习一下这几个新针法，之后再参考图解对应编织。请看演示。下针右上2针并1针，简称下针右上并针。编织时，右针先以下针的方法挑下左侧1针，然后织一个下针，接着用左针挑起不织的1针，盖过左侧1针并挑下。下针右上并针就完成了。可以发现，右侧线圈在左侧线圈的上方。先学习下针左上2针并1针，简称下针左上并针。编织时，右针从左往右同时穿过这2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这样下针左上并针就完成了。可以发现，左侧线圈在右侧线圈上方，上针左上2针并1针，简称上针左上并针。编织时，右针从右往左同时穿入左针的2个线圈，织一个上针，上针左上并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左侧线圈在上方。我再演示一次，右针同时穿入左针的2个线圈，织一个上针，这个就是上针左上并针的编织方法。到这里，裙子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要缝合松紧带，把裙身的3区沿着中间这一行上针的纹路对折。这里我用小样织好了裙身的3区，拿出材料包配的松紧带，将预留1米的线头穿入缝合针，
将松紧带裹住。沿着这一条上针的横线进行卷针的缝合。第一针比较松动，要再缝合一次。拉紧线圈。缝合到还剩10厘米左右的空间时，要根据试穿的效果，将松紧带留出适当的长度，然后剪断。将断口位置缝合连接。取断裙子编织剩余的废线穿入缝合针。将松紧带首尾重叠，注意检查裙腰里面的部分，不要扭起来。缝针穿入松紧带，结尾预留一点线头。缝合方法不固定，来回缝合牢固。完成后断线，将首尾的线头打一个死结，这样松紧带就固定好了。接下来将剩余的10厘米卷针缝合。
完成后打死结。绑好线头。断线。这样，松紧带的缝合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到这里，裙子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